各位好，我们是岛屿慢行，这里是个分享兜风与音乐的地方。今天是个多云时晴且稳定的天气，相当适合出游。我们从大社出发，穿越燕巢区，最终抵达田寮。在热情奔放的南部，常会遇到令人头痛的驾驶行为。除了比手势表达不满以外，也很遗憾，他没有安全的意识。回北刚才的小插曲，衔接上别称旗南公路的台22线。路旁随即可看到不少的果树，不晓得是不是芭乐树呢？燕巢芭乐为全国民生与品质最为突出的地区，源自于泥火山所带来的矿物质，加上南部炙热的阳光，才能孕育出国宴和便利商店都能见到的日常水果。我很喜欢楼房层数低的城镇形态，看起来紧密又有活力。我想这些是都市生活的人不容易体会到的空间舒适感吧。穿越一旁的工兵学校，我们离阿公店的水库也就不远了。前方路口左转是阿公店水库的管理处与停车场。但是初来乍到的我们，想要直走绕行水库试一试。毕竟，探索这件事是种最令人感到新奇的体验了。从这里就能看到平静的湖面，真是座容易亲近的水库啊。查了资料后，更发现3个令人印象深刻的重点。它是2战结束后台湾第一个建造完成的水库，同时也是全台第一个水库上有太阳能发电系统，更是全台唯一以防洪为主要目标的水库。由此可见，旅行是真的能够增广见闻，了解到不同的领域。郊区的路线容易让人迷失了方向，还好有看着地图前进，否则在这个路口右转，可能一不小心就跨区到了旗山了。既然来到阿公店的地区，就来说说它的名称由来吧。如果在网络上搜寻的时候，关键字下的不精确，可能就会出现一些类似特殊茶艺馆的资料。实际上，阿公店的地名也的确和年龄有很大的关系。据资料记载，在清领时期，有老翁在溪边搭起了茅草屋，贩卖着茶水与杂货，同时也提供商旅客人住宿的服务。不过老翁并没有为这间店取名字，加上这里逐渐形成的村落，急需要一个地名来做称呼，故以老翁称为阿公，茅草屋则称为店，便形成今日的阿公店的由来。没想到讲完名称由来之后，好像也看不到水库的风景。那我们就先前往月之界，回头有时间的话，我们再去绕看看吧。现在这条区道的品质与宽度，相较于刚才就提升了不少。看来是通往闹区的主要道路，这段骑乘起来相当的舒服。在丘陵地发达的田寮，平顺笔直的道路是一种幸福。一旁墙上的标语壁画看起来整洁又清新，感到田寮在观光上的努力也步步落实在公共的空间上。头上路牌指示出月世界的方向是必须向右转进市区内。这里的路牌简约又清楚，方向指引的程度相当的明确，这点对于旅客很友善哦，让隐居山洞的田寮更加的平易近人。前方看到的高架桥是国道3号，在田寮也设有匝道，距离市区大约5到10分钟，南来北往的通行非常便利。
右侧开始可以看到一些香蕉树，有点压抑，这里也有种植。收集资料后发现，田寮的水果也不逊于燕巢与旗山，因为这3个地区都有泥岩2地的特质，微量元素非常的多。但田寮本身并没有水果的集散市场，所以无法打出响亮的名声，只好将水果销往旗山与燕巢2地进行贩售。所以喜欢水果的朋友们，田寮也是一个不可错过的地区。算算时间，我们应该快到达月世界的地景公园。看到远方光秃秃的山头，感到有点不真实的感觉。随着迎面而来的热风和头顶上的烈日，电影般的外星场景就这样活生生的出现在眼前，心里头突然有上一些紧张和兴奋的感觉。这也许就是我们爱上公路旅行的原因之一吧。那种对于未知的亲身探索，深深的让人着迷。久等的月世界，我们终于来了。田寮因为山路的蜿蜒崎岖，以往其实是没有连锁的便利商店。但在2020年新的游客中心成立之后，整体的气象完全不同。除了有完善的服务中心和在地的小农市集以外，也迎来第一家24小时的连锁便利商店。这对游客与附近的居民都带来很大的便利性，同时也将整体的观光体验增添出更多更良好的印象。月世界在地理学上的专有名词被称之为2地，是一种常出现在半干旱与干旱地区的特殊地形。形成的原因是松软的岩层和黏土长期被风和水的侵蚀，让植壁无法轻易的生长，才会变成像月球表面般的外观。这里是最天然的网帅网美的拍照圣地。当然挤不进网帅的我，只好跳个舞来自嘲一下。辛苦大家度过这数秒非常难熬的时间，相当感谢。这样亲切的闲话家常，是在北部地区少有的机会。我很珍惜这样的轻松时光，也祝福阿尚身体健康。可惜天梯与观景台都封闭到111年6月左右，保留一点遗憾也没有关系，期待下次再访的那一天。这种半自然的小凉亭，其实蛮融入整个地景的园区。下午坐在这里，别有一番异地风味。下次见喽，月世界。离开月世界之后，再去绕行阿公店水库的左侧，或许能看到它完整的身影，顺道结束今天的行程。来总结一下这次骑乘的个人道路的感想吧。除了水库右侧的高29之1线道路较为破碎与老旧，其余的路线都算是良好的山路品质。尤其高37线与台28线更是这些道路之中的优等生。这次的旅程也到了尾声，很开心有导友们的陪伴。希望今天的路线导友们会喜欢。请订阅以及按赞我们的频道，并打开你们的小铃铛。
下一集我们将前往离岛的小琉球，将小琉球的全貌呈现给喜欢公路旅行的所有岛友们。也许有一天，我们会在台湾的某一个角落相遇，请记得和我们挥一挥手，打一声招呼哦。片尾有下回的预告，请勿错过。我们是岛屿慢行，感谢你们今天的收看，我们下次见。